霹雳堂、雷门、雷家、雷无极，给我剁了他！这可是我的无方拳法，当然，我还有更厉害的东西。少年梦逐浪入城，相信剑和年轮，好坏曾遇上分，闯荡才算人生。狂曾见棱角，激昂青春，它是我岁月风刃。天涯凌云尽所。怎样？现在可知道我是谁了？还不快滚！快走！哎，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了。我还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大恩不言谢，拔刀相助。那当然，哎，要不是我，那帮大汉早就砸了你的店，搞不好你们连命都没了。这难道不是大恩？你看看我这店，跟被砸了有什么两样？100两。我没钱。那再怎么说，我也算救了你们的命。你这样也太……我需要你来救。这功夫，100两。我真没钱。没钱？但我马上就会有钱的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了那地方便会有钱。什么地方？雪月城。雪月城？嗯。雪月城被尊为江湖第一城，其实是几大世家门派组成的联盟。江南霹雳堂就是其中之一。要想拿回该拿回的东西，雪月城也是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这个少年真的是去雪月城，那么以他的身份，从雪月城中拿出100两银子，自然不在话下。而且这个家伙似乎并不像在骗人，毕竟他怎么看，除了武功高强以外，简直就是一个傻子。可以，你去雪月城，我得跟你一起去。啊，完全没问题。还有啊，利息就算你500两吧。啊，500两。也是好多年没出去了。雪月城的几位城主，我们也该见面，聊一聊当年的事。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兄台好雅兴，这酒我们可以喝，但马车上的东西
可得留下。哦，你们可知道这辆马车里头装的是什么？不外乎金银财宝。你们这样说，倒也未尝不可。少废话，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这大雪天的，你们跟了我一路，实在是过于辛苦。但是你们要的东西，注定是拿不到。我想，还是请你们喝了这杯酒，然后。前任，派你们来的人，或许没有告诉你我究竟是谁。这趟镖，不是你们这种小角色能够动得了。你是蜀中唐门的人。撤！师尊这次托运的是什么？这一路上竟引来这么多的高手。谁？雪月城唐莲。你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们还会再见的。站住！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白发玉剑，轻功卓越，怎么从未听师尊提起过江湖上还有这样的高手？雪也太大了，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消的。还好我的马是千里挑一的神骏，不然咱们都得被这场雪给埋了。不，你这一路都在说你的马好，你是卖马的吗？少废话，进去生个火。装模作样。哦，哼，哎。刚刚有人生过火呀！哦，太好了，这下方便了。我还怕那柴胡太师怎么都点不着呢。莫非只是两个寻常的赶路人？快点！刘无节，哎，你说带我去雪月城，可这一路上你已经走错2次方向了。你确定这次路是对的？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雪月城，不过我发誓，这次一定是对的。他姓雷。莫非来自江南霹雳堂雷家？可是雷无节这个名字，却从未听人说过。你属狗的吗？闻什么呢？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是花香，蔷薇之香。
蔷薇？这个天气会有蔷薇啊？这是蔷薇露的味道。蔷薇露出大邑、占城、爪哇，并且只有天启城的百花阁才有的卖。这儿怎么会？想不到在此荒郊之地，还能遇到能识风雅之人。我苦求百花阁主多日，他才卖给了我这一瓶，却一下就被你闻了出来。风高月冷，姑娘要进来坐坐吗？不必了。这是越期笑宋帖，明侯怒杀人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什么对了？他们二人就是越姬和明侯，杀手榜上位列第9。除了霸占杀手榜上前8席的暗河组织之外，绝对是江湖上最厉害的杀人王组合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他们送了我们帖子，岂不就是要杀我们呀？你兴奋个什么劲儿？其实帖子是送给里面另一位朋友的，只不过我们的规矩就是接了帖子的都得死，所以今夜二位的命就都一同留在这儿吧。我接过你们的帖子，但我却没有死。敢问这位兄台？唐莲，所以我们这不又赶来杀你了吗？唐莲，你是唐莲，雪月城首席大弟子唐莲。哎，那这样说起来，你就是我的大师兄了。我雷无节，我是从江南霹雳堂雷家堡来的。我也是雪月城的，小心！明侯天生不爱说话，所以他最讨厌话多的人。好大一把刀啊！你受伤了，你中的百香散也没有完全解，不然刚才那刀，下一刀你一定挡不住。这一刀我来挡。师兄为我挡了一刀，我也为师兄挡一刀。哦，小兄弟竟然也是雪月城的人，那杀了你也不算枉杀了。只是明侯的刀不轻一把，你先试试我的剑吧。树衣剑，他们二人的兵器倒是绝配。树衣剑、金具刀，能一晚上见识到这2样兵器的人不多。小兄弟，你可看好了。素闻江南霹雳堂雷家火器天下第一，却没想到小兄弟的内力也如此惊人，竟能赤手握住我的树衣剑。哼，你的剑我见过了，可我的拳你还没见过呢。是雷门的无方拳，拳未到气先到，这小子有一手。
月影剑、防影术，都是绝等的杀人之术。再绝等的杀人之术，没有杀掉该杀的人，也是没有用的。我输了，刚才那局，是你胜了。小兄弟说笑了，我们杀手没有输赢，只有生死。想不到初入江湖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是我刘伟杰的幸运。这是雷家宝的火灼之术，怪不得他的头发会发红。月姬，我们走。喂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占尽上风，为何要离开？什么人的刀你都敢接，你有几条命够你这么玩的？你不是也会功夫吗？你怎么不去打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武功了？不是，你在那客栈，你一挥手，门窗都齐刷刷的关上了。傻子，这世上除了武功，还有一种技术叫激光，需要你来救。这也行。这位大哥，你在后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刚才有人偷偷溜进去了。我想那冥侯月姬也只是不想被人渔翁得利罢了。啊！哇！走吧。怎么了？咱们不是要找雪月城吗？如今雪月城大弟子就在眼前，不跟着他，跟着你下火。对啊。哎。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，只敢做些偷鸡摸狗之事。唐莲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谁是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？报告大师兄。千洛，三师尊知道你来吗？你不会又是偷跑出来？谁说的？我就是出来游历江湖，恰好路经此地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看来还是偷跑出来的。我现在有任务脱不开身，只好传书给三师尊，让他把你领回去。唐莲，你敢？哎呀，大师兄！哼，不跟你玩了。刚才那位是司空千洛，姓司空，莫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？正是我三师尊的女儿，雪月城的大小姐。哦，那还真是让人出乎意料。千洛这次是真的是有些过分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听声音准没错，纯金的。纯金的？纯金的又如何？值大钱了。掐！
素未谋面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？我不是相信你，我只相信他。这一点我倒是认同你的判断，毕竟这家伙除了武功好，就没有脑子。骗人这种事，他确实干不出来。那你呢？我把我最好的2匹夜北马拿来给你拉货，你还不信我？师兄，别理他，他就是个马贩子。这一路上除了听他夸他马好以外，就没听过他说别的话。雷兄弟，你暂时没有拜入师门，师兄这2字，我想你可以不用叫得这么着急。哎，好的，师兄。所以你真的不知道这棺材里装的是什么？师尊并没有告诉我，他只是让我把它运到碧罗城的九龙门。另外，和我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千万不要试图打开这具棺材。掐！掐！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对这棺材更感兴趣了。千万不要对它感兴趣。我这一路上遇了10几波杀手，那么多人对里面的东西感兴趣，拥有它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所以你这一身的伤是那些杀手？只是月姬和明侯，其他的不过是一些……其实关于这黄金棺材的传闻，我倒是听过一些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别这样看着我呀！这种传闻已经在江湖上传开了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大致就是，有人从寒水寺运送黄金棺材去边境，棺材里装着的是数不尽的财富，还有足以称霸江湖的武功秘籍。你相信？原本我不信，直到我后来发现，运送这黄金棺材的竟然是雪月城大弟子唐莲。那又如何？其实像这种传闻能传遍江湖啊，自然是有人背后推波助澜。不过像明侯月姬这样的杀手，显然是做不到的。相信你也听说了，几个月前寒水寺忘忧大师的事情。我猜这棺材内8成就是忘忧大师的尸首。只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得到它呢？你究竟是谁？我只是一个消息比较灵通的客栈老板。所以我们到底要去哪儿？直奔九龙门吗？三顾城，美人庄。美人3顾：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，三顾倾我心。三顾城是前往碧罗城的必经之地，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商人经过这里，其中不乏1掷千金的豪客。而美人庄则是城内最大的销情窟，这里不仅是温柔乡，还是北离境内数1数2的赌场。可惜啊，雷无绝那小子还守着马车，不然真该带他来这儿见见世面。美人庄是这三顾城里最大的青楼，能来这里都是豪客中的豪客。他们的赌局太大，没办法用普通的金钱计算，所以这里的赌局都是用这种成筐的明珠。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如我们也去赌一局。哈，我可没有钱。怎么没有？咱们可是有一口纯金打造的棺材。闭嘴！我警告你，别打这个主意。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接头人的，必须丝毫不引人注意。是天明蕊。
是莲吗？你不是说不能引起别人注意吗？可是现在你看看，整个美人庄，所有人都盯着我们呢。蕊，莲，距离你上一次来，已经过了16个月07天了。你就这么不挂念人家吗？你们一个叫蕊，一个叫莲，听起来还真像是一对老相好。真是个好看的少年郎。刚刚听公子说想要赌一局，美人庄今夜有一场千载难逢的赌局，要不要一起玩玩？我可没有钱。不，你一定很有钱。姑娘为何如此确信？寻常人看到如此庞大的赌场，早就瞪大了双眼；看到我这样的美人，早已迷了心神。但你却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，仿佛这样倾城的财富、倾国的美人，在你眼里都是稀松平常的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很有钱？蕊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你的接头人至今也没来，但东西已经准备好了。你要小心，这几天不断有顶级的杀手为了那件东西涌入三顾城，他们中有很多人不好对付。公子还想赌吗？我有一座山庄，名叫雪落，大概值10匣这样的珠子。不知姑娘可愿先借我一匹？好说。今日的美人庄被这位公子包下了，想赌的留下，不赌的就请先回吧。天女说笑了吧？区区2匣明珠就能包下美人庄？这位公子看上去有些面生，怕是不懂这里的规矩。天女怎么也糊涂了呢？糊涂？在家做错何事？好了，我也就是吓吓你。至于为什么吓你，我只是想让在场的人知道，这位公子的赌局不单是金钱局。莫非是生死局？没错。这生死局是什么意思？光听名字就知道了。输的人不光要留下钱财，还要留下性命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这么赌了？哼，这个小丫头，我知道你想要帮你的小情郎，但是你也要知道，仅凭这三顾城美人庄，镇不住这个场。是你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唐莲。不过这小丫头说的也对，愿意入局的留下，其余的人可以清场了。有趣，这些人连黄金棺材装的是什么都不清楚，还敢来凑这个热闹，聒噪！大师兄，你刚才看清他出剑了吗？我只数到了第3剑，之后就完全看不清了。这2天清理了许多杂鱼，想不到漏网的还有这么多。恐怕我和唐莲都不是此人对手。要想对付他的话，这些天虽然涌入三顾城的人很多，但是离奇消失的人也很多。为了给唐公子省些麻烦，多余的人
已经帮唐公子去除了。说的可真好听。不过就是先把和我抢的人杀了，再来和你抢。哼，也是这个道理。看来你也是为了那口棺材来的。那是雪月城的东西。看来你并不知道自己护送的是什么，那并不属于雪月城。你知道里面是什么？那是自然。阁下或许弄错了。现在美人庄内最重要的事情，乃是在下的赌局。若阁下不感兴趣，便请移步吧。赌局？生死局。哼，我是一名剑客，掌握我生死的只有剑，而不是几个头子。不过今晚我倒是有兴趣陪二位玩玩这个游戏。如果二位赢了，我就再给二位1夜的时间去逃。看来你真的很自信。自不自信的，赌博就知道了。隔空取物，这种江湖术士的小把戏你也用？怎么？过来呀！你们雪月城的人脑子里面除了打打杀杀就没别的事了。一局定输赢，你们赢了我走，我赢了把东西留下。听上去倒是很公平。我曾经在天启城的千金台连着跟人赌了3天3夜，最后还赢下一座城池，你可相信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公子既然能赢下一座城，那么5、6来打。所以你们这些江湖人啊，就是没有情趣。所谓赌局，最好玩的乃是一个“赌”字。可若是提前就把结果都料到了，那这赌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你说，压什么？我赌5、5、6。到。你，好，压定离手。不好！碎空石，中招的人外表毫无伤痕，五脏六腑却会被全部震碎。这头中里的头子恐怕已经……当然不好。既然是赌局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公子要改吗？改。所谓赌局必胜之法，就是相信自己会赢。只要坚信自己会赢，那就一定会赢。开！5、5、6。公子好功夫。不才不才，一个小戏法罢了。我可不会武功。不会武功，接下来的路可都是险路。公子不会武功，还是不要趟这滩浑水的好。阁下难道是要反悔？我说过我不会杀你们，但是我的伙伴们不同，他们可没有我这么大的耐心。我们也有一个同伴，虽然他脑子不大好使，不过手上功夫不错。你的同伴未必能占得到便宜。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
定然不会这么说。天外天，白发仙。天外天，若是在12年前，这确实是一个镇得住的名字。你是谁？你怎认得我？知道你们的人不多，但总归有人知道。想不到，天外天的人还敢出现在这里，你们忘记了曾经的约定了吗？无双城的卢玉宅，想不到你们也来了。唐莲，无论我们之间怎样争抢，黄金棺材绝不能落入此人之手。那黄金棺材之内的事物，原本就属于我天外天，想拦住我？世间武功分为9品，9品之上有4大境界，分别是金刚闪境、自在地境、逍遥天境，以及只有传说中的神游玄境。这白发仙武功已融入了逍遥天境，天外天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天外天究竟什么来历？天外天的名字你可能没听过，不过他们的另外一个名字你一定知道。魔教，魔教。胜算吗？要不是他手下留情，刚才那一剑，咱们已经……都是故人之后，看在你们师尊的面子上，我不会杀你们。如果再敢阻拦，可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云霜。金霜，赵子柔，月如印，无双城的无双剑匣，据说已经有100年无人能够使用它了。小鬼，报上名来。天下无双城，无双。雪月城出事之后，天下无双城就把“天下”2字去掉了吧？哼，迟早会加回来的。有趣。你想怎样？见高手不能失之交臂，自然是想向前辈讨教一下。狂妄！我可没时间跟你们耗。别跑！无双，回来！追！方才那白发仙说他还有同伴，我若是你，现在就去守那个棺材。还要追吗？追！这是雷无极的霹雳刺。我乃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极，还有不怕死的要上的吗？上！
好快的速度！雷家的火灼之术，难怪。上！唐莲，你竟然还能活着从里面走出来！怎么样？这功夫我也是刚练成不久，还不够熟练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打他们10个8个不是问题。哼，火灼之术乃是燃烧自己心中之火，短暂获得神力之术。你的心柴又能燃烧多久呢？哼！打你们这些不人不鬼的家伙，足够。好大的口气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居然是这种邪术！邪术？什么邪术？你看，怎么了？你觉得有什么异样吗？好大的月亮，倒是像纸糊的一般。今天是22，天空中本应是一轮下弦月，怎么会出现满月？那师兄的意思是，这是孤虚之术。所谓的孤虚之术，就是一种邪门的阵法。在孤虚阵中的人，仿佛都进入了梦境一般。接下来你可就要小心了。在这孤虚之中，一切皆为虚幻，但是一切又皆可为实。师兄，你说的什么？我不太懂。小心！师兄，击中了！师兄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孤虚之中，无数杀机藏在其中，你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要放弃你的眼睛，用耳朵去听。放弃眼睛？听声辨位是血月城的必修课程。你且听好，天地若大，风无处不在。孤虚之中最大的弱点，便是能隔绝外在的一切声音。所以，在孤虚之中，你只需要仔细聆听。当你身边的风被撕裂的时候，就是敌人暴露自己位置的时候。听风。击中了！天赋异禀啊！毕竟呢，也是从小习武，这听觉也是练习了许久的。听风辨位，障目杀人。若是以为这样就能破了孤虚之阵，那也太天真了。我猜的果然没错，大师兄为了见天女，一定要路过美人庄。只是看这架势，他们似乎被这些人用什么阵法给困住了。难道这就是阿爹当年抵御魔教之时
所遭遇的过去之战。师兄，怎么那么多？现在该怎么办？不要慌，守住心神，他们奈何不了我们。只要拖住你们，等到白发仙大人回来，看你们能翻出什么花样。阿爹跟我说过，破其之阵靠的是正打到破阴的结果，只要断其阴，便能破其阵。师兄，什么声音？是枪击之声。前面来了，你别说话，我要去寻那声音。阵破！怎么样，师兄？咱俩这配合简直天衣无缝。这就是司空姑娘吧？在下刘无节。别松懈，还没结束呢。你，哼，这个邪术已经被本姑娘给破了，你们还有什么招数，就一起使出来吧。是啊，阵破了。你们到底还是跟上来了。说实话，得罪雪月城并非我们所想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连无双城和天外天都参与进来了。今日我们再不出手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那棺材中的事物与我们关系甚大，实在是无法放弃。这棺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？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荣华富贵；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绝世武功；对于我们来说，里面装的只是一个答案。答案13年前，别说了。13年前望一楼惨案，望一楼一夜之间惨遭灭门。只有楼主谢柳依的长子被打晕之后，留了一命。醒来之后，却失去了那晚所有的记忆。后拜入天泉老人门下，做了杀手，江湖人称明侯。知道的还不少。可惜了，这望一楼惨案本来就是一桩无头案，即便当时有线索留下，可如今13年过去，也是无迹可寻。你真就这么确信这棺材当中有你想要的答案？不过说实话，我对这棺材倒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住手！
这事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诈尸了！还是个和尚，还是个活和尚。没有结巴，不是和尚。先把他带走再说。明豪，我见过你，我拜会过忘忧大师，不过大师不肯帮我。老和尚早就说过，你要的答案，不论是什么，必将成为心底之魔。忘忧大师一片苦心，在下感激。但是知道了是心魔，不知道亦是心魔。也对。你还好吗？老和尚不愿告诉你的，无心已经告诉你了。这是施主的劫，施主好自为之。作为报答，我们可以带大师离开这里。这是我自己的劫。你们走吧。走。15年前，北阙西楚接连遭北黎所灭，疆土纳入北黎之治。北阙有部分移民北上，于冰原之外重建势力，意图复国。而西楚故民则彻底融入北黎。昔日的西楚大族燕家，更是经过多年经营，成为了北黎西南道最强大的两派势力之一，和出自北黎的世家顾氏分庭抗礼。直至太和15年，顾家家主顾洛离暴毙巴别城。西南道魁首之争终于拉开序幕。燕家家主燕别天趁顾家无主，强行欲与顾家二公子顾剑门联姻。风雨欲来，各方势力蠢蠢欲动。二公子，方才午夜派人来说，为避免燕家不满，让我们把府内的白帆都给换成红绸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难道我们真要这般，任由他们宰割吗？
少师兄长请人为我批命，命书上说我一生壮志，空负凌云，死而不得其所。公子，公子。 这把剑吗？这是我去天启那年，兄长赠予我的。他让我拿着这把剑，闯过学堂大考，不负凌云。从此以后，这便是我唯一的剑。你问我是否就这样任人宰割？ 剑门16路天启，纵马扬鞭，踏遍19画洞，翻斩秋露白衣醉飞天。我此生最不怕的就是拔剑，最不信的就是命。燕家在此时联姻，意图吞并我顾家，简直可笑。既然他们觉得白帆不齐，想要红头，那就让鲜血染尽这些白帆吧。我可是狂徒啊！ 怎么会这样啊？不是说柴桑城很繁华的吗？来了13天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我好歹也是钱东城小霸王，可会来这倒霉地方受罪。大哥，进来喝一杯。不收你钱，就当交个朋友。不交就不交，脾气这么差，给我来10斤肉。细看，别挡着我看我家小西施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酒壮怂人胆。你看再酒也只是看，要是喝了我的酒，你就敢过去了。滚！得嘞，这要是在钱东城，我一把火烧了你的油铺。少年郎，怎么不来和我搭话呀？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哎，起床了，宋长风。宋长风，
嘿，你个懒骨头，哪有店小二起的比掌柜的还晚的呀？你说也是奇怪啊，这柴桑城不是西南道的第一大城吗？怎么自从我来了以后，这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？而且我遇到的人吧，也都奇奇怪怪的，你不觉得吗？来客人了。东归，不错，东归。看你们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，东归这名字好啊，很配你们。进来喝一杯。小二？什么小二啊？我可是老板。老板？小老板看着年纪不大，生意倒是做得挺大呀。生意大不大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酒好不好。小老板很是自信呢。那是自然，酒好不好骗不了人，一喝便知。不过若是你们觉得不好喝，那就回家换个舌头吧。大胆！看这天似乎又要下雨了，既然已经来到了这儿，不如进去喝一杯，歇歇脚。走。哎，我的酒可不是随便歇歇脚就能喝的酒。愿意细品。来，客官便请。我这儿也没什么客人，今儿你们是第一个，请吧。不是已经有一人了吗？他可不是什么客人，他属这儿的店小二。小二。桑洛、新风、朱鱼、松劳、长安、屠苏、元正、桂花、杜康、须臾、声闻、般若，一共12盏，一盏20两。你知道整个西南道最好的酒馆蓝玉轩里的月落白卖多少钱吗？一盏18两。我的酒比它好喝一点，所以我卖20两。你都要了，爽快，请吧。小老板，既然没事，一起过来喝一杯酒吧。那我便不推辞了。不知小老板怎么称呼？我姓白，叫白东君。东君科佩生烂山，青玉过时拂柳端。好名字。也有人这样叫过我的名字。来，喝酒。长安久未绵长，最宜雨天来饮。各位今日不饮的话，可惜了。要这话。元正澄澈甘香，最是远行归客。各位奔波而来，饮一杯正好。这也不好，那也可惜。敢问小老板能喝什么酒？那就须臾吧。须臾一念，有的时候，命运的改变，往往就在须臾之间。
小老板，这杯我便先饮了。如何如何？我这酒足以名扬天下。确实是好酒，在我此生喝过的酒里，可排前5。第5？那你告诉我，第1是什么呀？天启城，碉楼小筑，秋露白。秋露白。自以为好酒只能品1味，而碉楼小筑的秋露白，却能品出3味。那我若酿出一壶酒，胜过秋露白，足以名扬天下。小老板若有机会去天启，可以一试。怕是没这个机会喽。我家人是不会让我回天启的。哦，回？真是好酒啊！我可真是个酿酒的天才啊！诸位，不饮一杯吗？这原正确实清爽回甘，确实不错哈。那边那位店小二，请你喝杯酒吧。来找事的。啊，有酒就行了。石原正，好酒。不够。嘿，你个赔钱货，别打了我的酒！我的酒！果然又是来闹事的。好强，追虚强。啊！你这家伙，都说了不让你打，你还打，你个赔钱货！注意客官，我家店小二就是个江湖浪人，不懂礼数，莫怪莫怪。哼，看来这个雨一时半刻是停不了，但有些事却耽误不得。小老板，今天这酒便饮到这儿了，告辞。学正，发什么呆呢？走了。这里面啊，还有一个人。我闻出来了。闻？女人香，女人。身体可有好受些？兄长，不碍事的。那酒肆到底什么地下？里面有个小老板，年纪不大，应当不会武功。他旁边的小二倒是会些功夫，但也不算太强。不过，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。为避免节外生枝，我会派魁正和学正将他们抹除。没想到啊，掌柜的，年纪轻轻，这么好色。我清清白白的，你可别乱说，坏我名声。不过是那熏香，我娘亲也用过。我早在1个月前就已派人控制了整个龙首界，唯有这间屋子，我摸不着底细。原以为只是一间实实在在的无主之宅，
没想到临到关头，人出现了，还开了一间酒肆。尝尝，是好酒。人嘛，也算挺有意思的。还问我这酒能不能名扬天下？桑露，柴桑远路，好名字。也确实是好酒。只可惜，这名扬天下，他怕是等不到。西南道近日有一件大事，而且是个大喜事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以我这一手酿酒术，可以先成为柴桑城的第一酿酒师，顺理成章的受邀为西南道第一大喜事备酒。到时候前来观礼的各路英豪都可以喝到我酿的酒。如此一来，等等，什么大喜事啊？你不知道？当然是西南道准女儿的顾家和老儿燕家联姻的大喜事啊！白同学，别没大没小的，叫掌柜的。其实从一开始，我就觉得这条街道有些古怪。我只不过是贪图你的美酒，便留了下来。可现在有些后悔了，我应该早早就走才是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们意外卷入了顾燕两家的斗争之中。不止他们，还有刚才那一队人也是。唉，我浪迹江湖这么多年，这点嗅觉还是有的。那你秀一秀，他们为的是什么呀？方才你不是说顾家和燕家要联姻吗？可这顾家大公子前些日子忽然暴毙，如果这门喜事是真的，那这喜事太蹊跷了。这人都死了，还结什么亲啊？顾家还有一位公子，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首诗？风华难测清歌雅，琢墨多言凌云狂。柳月绝代莫尘愁，清香有才留无名。这也太不押韵了吧！哎呀，这是白小堂发布的公子榜，只不在押韵，而在贴切。讲的呢，是我北离的8位绝世英才：城府极深的风华公子，风雅精致的清歌公子，一口三舌的琢墨公子，狂傲自私的凌云公子，容貌绝代的柳月公子，面如黑炭的墨尘公子，才华绝世的清相公子，以及空缺暂留的无名公子。那这和柴桑城还有顾家又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凌云公子啊，姓顾，所以说顾家的这场联姻，新郎官就是凌云公子顾剑门。凌云公子，这听着便是奇妙啊！走，走哪儿啊？去顾府，邀顾剑门来喝酒啊！凌云之气一飞冲天，听着便会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。等他喝了我的酒，去外面吹一吹，我名扬天下指日可待。好，可别走。你不是要带我去顾府吗？怎么像是去做贼？你信不信光明正大的走，连这条龙首街都出不去？哎，没想到你这个赔钱货懂得还挺多嘛。那是自然，混迹江湖这么多年，要是这点心思都没有，早就埋在下面了。走吧。怎么了？有人。
司空长风，快看，这天怎么突然黑了？嘘。公子，这天色……站住！是来自暗河的贵客吧？苏黎，不可造次。贵客临门，要一起喝一杯吗？多谢公子，但还是不必了。贵客是信不过我顾剑门吗？如果北离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暗河相信的人的话，那便一定是公子了。谁人不知，这暗河是江湖上人人闻风丧胆的存在。只要有暗河出现的地方，必定会充满杀戮与死亡。像你们这样的刺客恶鬼，也需要朋友吗？公子言重了。就算是刺客，也需要朋友啊。就像我们暗河选中了公子，是认为公子有些事儿可以帮到我们，而我们也可以帮公子做一些事情，一些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暗河口中的朋友，就是这般利益关系。这样不是更可靠吗？公子本应有许多朋友，可现在他们都去哪里了？他们在哪里不重要。公子的兄长，他本无真凶之心，却依然死在了巴别城，死在了离故乡300里之外。公子，你的敌人容不下你，更容不下你的兄长。敌人的刀已经拿起来了，而我们暗河会派最精锐的杀手来此，帮助凌云公子你，让他们燕家有来无回。兄长如我父，此仇我誓死必报，但不需要靠暗河来报。名剑月雪，据说这把剑奇刃之锋，可斩断空中雪线。公子是要杀了我呀？暗河想在西南道立足，就不打算拿出点诚意来吗？来，
让我看到你的诚意来。好。好。细刃纷纷，必杀之时倾泻而下，宛如沐雨。你分明是暗河中凶厉的刺客，可你的剑里却有着剑客才有的剑意。公子从一开始便没打算跟我们合作，为什么又逼我用出最后的杀招？如果我说是因为我兄长死了，可我却还被困在此处无法离开，所以很想找人结结实实的打一架。那你的剑是不是就要刺下来了？公子若考虑清楚，可去青松客栈寻我，我会在那里等公子7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本不应该有名字，但我愿告诉公子我的名字。我叫苏沐雨。公子再见。公子，他暗河3家中，穆家极擅长此等诡道秘术。苏沐雨来到这柴桑城，必然不会是一个人。这墙外，必定还会有穆家的人为他护阵。就连这突如其来的黑天，亦是他们的手笔。至于这些秘术，你想不通的，便不用去想了。那他刚才说的是？暗河不请自来，背后图谋令人胆寒。我们的敌人，只是人世中的凶徒。可来做交易的，却是地狱里的恶鬼啊！那鬼应该走远了吧？奇哉奇哉，这天怎么又亮了？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咱们先离开这儿吧。走。你们2个看到了什么？十三鬼，他们可在这里等了许久了呢。我们什么都没看到啊。走吧，离开这里，最好离开这座城。十三鬼，还不快走！多谢。
吓死人了，吓死人了！我不过是偷偷跑出来开个酒肆，清清白白的卖我的酒，差点连性命都没了。你说我有没有点天理了？掌柜的，不是吧？那是东家起火，西家冒烟啊！啥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啊！小老板，怎么才回来？这是去哪儿了？我还要跟你买酒呢。哎，实在不巧啊，酒都卖光了，改日吧。改日？改日可就没有机会了。没机会的是你。哎，看来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今日必有一战了。掌柜的，找个地方躲好了。司空长风，你小心。之辈，报上名来！哼，巧了，我还真是无名之辈。我从小未见过父母，吃百家饭长大，睡破寺庙而活，未曾有过姓氏，更无人给过姓名。不过生来空空，去也空空，也是不错。我给自己取姓司空，也愿化作长风，一去不归。叫司空长风。哟，原来这才是正主啊！原来你们是一伙的。我们素昧平生，又毫无过节，我还给你们喝了一盏我的好酒，你们为什么杀我？总不能是嫌我的酒太贵了吧？怪就怪你开店选错了地方吧？儿戏了吧？生命是很珍贵的东西，每个人都只有一次，我们并没有权利随意的去剥夺别人的生命啊！白痴！有什么？掌柜的，你还没听明白吗？顾府已经被这帮家伙包围了，咱们碍着他们的事儿了。说你白痴没错，你竟然想着和这样子的人讲道理。喂，屠夫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，如果我们现在离开，能放过我们吗？不能。那就不废话了，打吧！生遭官法，死见阎罗。你是金口阎罗严千岁。掌柜的，你先跑。我千里迢迢的跑过来开酒肆，也不是没有准备的。你快跑啊！少年郎，去哪儿啊？
躲什么呀？是姐姐不够美吗？当然不够。你想去哪儿啊？去那儿。你怎么还没跑？你找我上面。倒是小看小老板了，没想到你武功平平，轻功倒是不错。只是想从我这里过，就这几步，还不够哟。这样吧，姐姐看少年郎生得俊俏，也不忍斩尽杀绝，不如把我们放了。说什么玩笑话？不如你们两个活一个，死一个吧。怎么样？商量一下，谁死谁活？白东君，我知道，不过是萍水相逢。你我的交情，在方才那一战中也用完了。我理解。什么？我话都没说完，你理解什么了？你理解？啊？我还有最后一枪，这一枪之下，前面这个一定会死，但我也不一定能活。你尽力自保，如果我能活下来，我就带你冲出去。你有几成把握？1成。1成的把握，你还有脸说得这么信誓旦旦？不过是将死之人，拼一拼罢了。司空长风，如过了今天，我俩还有命活，我再告诉你。死什么呀？不死。学正，真是个难听的名字呀。重新认识一下吧，我姓雷。雷？哪个雷？雷家宝的雷？哎，也可以这么说。虽然雷家宝并不喜欢我这个不听话的子孙吧，但我还是认这个家的。你是楚墨多言雷梦莎？